也许你早已习惯把某些部分的自己收起来，那些太敏感的感受，太真实的渴望，太容易被看见的脆弱。你不确定它们是否会被理解，也不确定它们出现时会不会让你失去什么。于是你学会调整，学会修饰，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只呈现那个比较安全的样子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样的经验，它会告诉你，隐藏是一种保护。只要不让那些太真实的部分出现，你就比较不会受伤。久而久之，你开始习惯活在一个被筛选过的自己里。那个你很稳定，很得体，很容易被接受，但同时也少了一点温度，因为那些真正让你有感觉的部分被你留在了内在深处，而你或许没有发现，那些你选择隐藏的并不是多余的，它们反而是你最真实、最有生命力的地方。那个会深深感动的你，那个会全心投入的你，那个在爱里毫无保留的你。那些你以为太多、太过、太不刚好的部分，其实正是你最独特的光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对那些曾经被压下的部分产生一种不同的感觉，不再只是想控制，而是开始理解。你的神经系统会在这样的转变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把自己分开，不再让某些部分永远停在被拒绝的位置。你开始允许它们一点一点的出现，也许一开始很微小，只是多表达一点真实，多承认一点感受，但这些改变会慢慢让你的内在变得完整。你不再只是那个被修剪过的版本，你开始成为一个有层次、有深度的存在，而这样的你会让世界产生不同的回应。你会吸引那些能理解你的人，那些能接住你真实的人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隐藏。宇宙从来不需要你精致、完美的样子，它所回应的一直都是你最真实的频率。当你把那些曾经藏起来的部分慢慢带回光里，你会发现，你不是变得更暴露，而是变得更完整。而那些你曾经以为需要遮掩的地方，其实正散发着一种无法被取代的光。那道光，不是来自于你做得多好，而是来自于你终于愿意让自己全部的被看见，也被温柔的接住。在某一个很安静的瞬间，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一直以来不是世界没有为你开门，而是你还没有真正允许自己走进去。你习惯站在门外观望，衡量风险，怀疑自己，在心里反复确认，我可以吗？我准备好了吗？这真的适合我吗？这些问题让你看起来很谨慎，却也让你停在原地很久。你的大脑会把这样的状态当成一种保护机制，只要还没踏出去，就不会失败，也不会受伤。但同时，你也无法真正拥有那些你在心里渴望的东西。于是你开始觉得，好像总是差了一点，好像机会总是与你擦身而过。但其实，那扇门一直都在，只是你还没有对自己说，我可以进去。允许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，却是一个很深的转变。它不是外在条件的确认，而是你在内在松开了那个限制自己的声音。当你在某个瞬间不再急着否定，不再先预设失败，而是轻轻地对自己说，也许我可以试试看，你的神经系统会接收到一个全新的讯号。原来未知不一定是危险的，这个讯号
会让你从收缩慢慢转向开放。你的思考开始变得更有弹性，你的行动开始多一点可能。你会愿意多走一步，多尝试一次，多给自己一个机会。而正是在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里，你开始真正靠近那些原本遥远的事物。宇宙从来不是在某一刻突然决定为你打开门，它一直都在流动，一直都在回应。只是当你还在抗拒自己时，你无法接住那份流动。而当你开始允许不完美，允许不确定，允许自己即使还没准备好，也可以往前一步，你就像是松开了那道内在的锁。你不再把自己关在外面，你开始与那股流动对齐。你会在某一刻发现，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，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站进去了，站进那个原本就为你存在的位置。当你允许自己的那一刻，你不是变得更厉害，你只是停止阻挡自己，而宇宙也就在这一刻，毫不费力地为你展开了它一直准备好的路。有一刻你会发现，自己其实很少真正对内在诚实，不是刻意说谎，而是习惯忽略。你明明感到疲惫，却告诉自己还可以撑；你明明在意，却假装无所谓；你明明渴望某些东西，却说服自己不需要。这些微小的偏离看起来不重要，却在你的内在慢慢累积。你的大脑会学会一件事，那就是真实的感受不一定要被承认。于是你的神经系统开始混乱，你在表面与内在之间来回切换，一部分的你在生活，另一部分的你却被留在后面。久而久之，你会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卡住，好像做了很多，却没有真的前进。因为你的方向并不是从真实出发，而是从压抑与调整中拼凑出来的。当你开始愿意停下来，不再急着让一切看起来没事，而是轻轻地问自己：我现在真的在感觉什么？这个问题会打开一个很深的空间。一开始，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，甚至不确定答案是什么。但只要你持续，你会慢慢听见那些被你忽略很久的声音。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过程里重新学习把真实放回优先的位置。当你开始对自己的感受诚实，你的内在会变得一致。你的选择不再只是为了符合外在，而是开始贴近你的内心。这样的改变会让你的神经系统慢慢稳定，因为你不再同时活在两个方向里。而当你的内在变得清晰，外在的世界也会开始回应这份清晰。你会更容易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，更容易辨认哪些人、哪些机会是真正与你对齐的，那些不适合的也会自然地离开。不是因为你失去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需要勉强。世界并没有突然变得诚实，它只是开始反映你内在的状态。当你不再对自己隐瞒，你就不再需要活在模糊与矛盾里。你开始站在一个清楚而稳定的位置，而从这个位置出发，你会发现关系变得更真实，选择变得更简单，方向变得更明确。你不再需要猜测世界，因为你已经不再对自己说谎。当你开始对内在诚实，你其实是在为自己打开一条没有扭曲的路，而这条路上，世界会一点一点的回应你真正的样子。某些时刻，
你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停滞，事情没有真正卡住，却也没有流动。你想前进，却又在关键时刻迟疑；你想相信，却总在心里多留一分怀疑。那份怀疑很细微，不像否定那么明显，却总是在你准备跨出去的时候，轻轻地拉住你。也许你已经很习惯这样的状态，甚至把它当成一种理性，一种让自己不会犯错的方式。但你的大脑其实会把这种反复的犹豫解读成一种不确定的讯号。当内在不确定，神经系统就无法稳定地往前，它会同时准备前进与退后，让你的能量分散。于是你会觉得累，却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因为你并不是没有行动，而是你的行动没有被完整的支持。当你在心里对自己说“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”时，你的身体会收缩，你的注意力会转向风险，你的选择会变得保守。这些反应不是错误，它们只是你的系统在回应你的信念。而当你开始慢慢松开这份怀疑，不是强迫自己变得笃定，而是在某个瞬间轻轻地对自己说，也许我可以相信一次。这句话很轻，却会在你的内在产生一个新的方向。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不同的讯号，不再只是警戒，而是开始允许。你的神经系统会慢慢放松，不再同时拉扯两个方向。你开始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行动上，而不是不断预测失败。当你的内在开始一致，你的能量就不再分散，它会变得集中、稳定，而且有方向。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被动摇，不再那么容易停下来怀疑。你开始一步一步地走，不急，但很稳。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事情开始改变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阻挡自己。宇宙一直在流动，一直在回应。只是当你在怀疑里时，你无法与那股流动对齐。而当你开始相信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你就像是让一条原本被堵住的路重新打开。你会在某一刻明白，你不是需要更多的力量，你只是需要停止怀疑，让你本来就拥有的能量可以顺顺的流向你想去的地方。某一刻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让你感到疲惫的不只是外在的事情，而是你在内心里一直没有真正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当你做出选择时，你会怀疑自己；当你表达感受时，你会立刻修正；当你想要某些东西时，你会先说服自己不要太贪心。这些看似理性的声音，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把你推向自己的对面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样的对立，让你的神经系统长期处在一种拉扯里。一部分的你想前进，另一部分的你却在否定。于是你会感觉卡住，感觉不顺，甚至觉得世界好像一直在阻挡你。但那份阻挡其实有一部分来自于内在的分裂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一个很微妙的转变会出现。你不再急着改变自己，也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你只是轻轻地把自己带回来。当情绪出现时，你不再否定，而是陪着它；当不安升起时，你不再责怪，而是理解；当你想要某些东西时，你不再压抑，而是允许那份渴望存在。这些选择会让你的内在慢慢对齐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：原来我不需要与自己对抗。这个讯号会让你的神经系统开始放松，那种长期的拉扯会一点一滴的消失。
你的能量不再分裂，你的注意力不再分散，你开始用一种一致的状态去面对世界，而这样的你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定。你不再那么容易被外在影响，不再那么容易觉得世界在对抗你，因为你已经不再站在自己的对面。当你与自己站在同一边，你会发现很多原本看起来困难的事情开始变得柔软，很多原本让你紧绷的关系开始出现空间，不是因为世界改变了立场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对立的方式存在。宇宙一直都是流动的，一直都是回应的，只是当你的内在分裂，你就无法感受到那份支持。而当你回到自己这一边，你就像是站回一条顺着流动的路上，你不再需要对抗，不再需要证明，你只是安静地走着，而那条路会带着你慢慢走向一个不再对立，而是彼此呼应的世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